大家早上好，我是伯虎。今天是我在怡保的第3天，然后我们今天呢打算去一些艺术街，然后可能再去一些寺庙。现在呢，我们先去吃个早饭啊。我们还是在这家马来餐厅吃一下，因为上次吃过，味道很不错。这个就是我的早餐啊，然后炒米饭和煎鸡蛋，一共才2.5块马币。炒米饭，味道不错啊。炒米饭是这边非常典型的早餐，有点类似于中国的蛋炒饭，但是口味啊、用料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我们已经吃完早饭了，现在我们去艺术街。我们现在呢就到了这边的一条艺术街啊。怡保呢这边有非常多的壁画，都是当地的艺术家画的。这条壁画街呢，比起2来香、3来香的话，确实冷清了不少，但是绝对也是一个来这里打卡拍照的地点。因为年代久远啊，好多画都已经看不清了。这条街的壁画就向我们展示了在马来西亚当地的童年的生活啊。这个我小时候也玩过，这个有点像那个大象女王。这里还画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花——大王花。这个应该画的是英裔马来西亚人啊，在弹奏乐器。这个是华裔马来西亚人在弹奏乐器。李小龙，应该画的是李小龙 ，Bruce Lee。李小龙。这条艺术街、艺术壁画街就逛完了。整条街的话也不是很长，但是呢，有非常多的壁画是非常值得来的，就是可以通过这些壁画了解当地的文化。如果你逛完这条艺术街的话，你也可以顺便来这清真寺看看，因为它就在这个艺术街的旁边。这个就是艺术街的入口，然后这个就是清真寺，上面也写着欢迎大家前来参观。然后建于1898年的 Masjid Panglima Chinda， 我希望我的发音是对的啊。China. From China. From this one from Japan. From Japan. Yeah, we want to take a look. You could, but you must register. Okay. Register, then you can go have a look. 参观的话需要先注册。The name of this masjid is Masjid Panglima Kinta. Okay, why is it Panglima Kinta? Because this area is called Kinka area, or it's a Kinta district. 现在他带我们去参观一下这个清真寺，待会儿我再给大家告诉一下这个清真寺背后的故事。Do you know why we have domes? Domes. Why? Many people don't understand why they have domes. Yeah. Even not even a Muslim understands why they have domes. Okay. The reason why we have domes, okay, first thing, domes is not compulsory. Yeah. Some mosques don't have domes. Yes. Some mosques got dome. But in Malaysia, most of the mosques got domes. Yes. Okay. Now that dome is called an onion dome. Onion dome. Yeah, onion dome. Yes. Onion, looks yes. right. Onion. It looks like onion because Onion. in India, all the domes are onion domes. Yes. So that is typically India onion domes. Yes. So you copy India, okay? Yes. All right. Actual reason why they have domes is 100 years ago, or more than that, there is no loudspeakers. There's no loudspeakers. Yes, So yes. that helped to amplify the voice. It make the voice come big inside. Yes. So when you do a prayer, Allahu Akbar, it comes big. Acoustic set, okay, it helps to amplify the voice. That's why the domes are there. Secondly, why they have dome is for ventilation, more air inside. Yeah, more so air. it's colder Ventilation. because we don't have fan those days. So it cool down the temperature. That's why we have domes. And now at least you know why we have domes. It's not that they like to follow dome, but there is reason why a dome structure. I don't know was there. before. That's why I'll let you know today. Okay, why the domes are there. 现在那个讲解员已经讲解完了，就是讲了很多特别有趣的故事，就是这个清真寺的历史啊，然后它的名字的由来呀，还有它的很多的历史啊，然后特别的有趣。我现在尽可能的就是我记住的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清真寺吧。这个清真寺呢是霹雳州第1座清真寺，是马来西亚第2座清真寺。
然后这个清真寺现在已经有120几年的历史了，它建于1898年，然后是霹雳州当地第10任酋长修建的。然后他修建的原因是为了他的妻子啊，他为他的妻子修建这座清真寺。然后那个讲解人说，在马来西亚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在这个清真寺的对面呢，是霹雳州第一座学校，然后是酋长的儿子建立的，也就是第14任酋长。然后清真寺的修建风格啊，比如说清真寺它修建的话，它并不是采用了一种风格，它是采用了多种风格。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见上面的那个圆顶啊，它是采用的是印度式的风格。它这个最上面的这个蓝色圆顶啊，它是模仿印度泰姬玛哈陵的形状建造的。然后它下面的话全是罗马式风格建造的这个拱门啊这些。然后这个宣礼塔两边的宣礼塔，它是采用的是中国式的风格，它两边的宣礼塔是由当时这边的马来西亚华人帮忙建造的。大家可以看啊，它这个宣礼塔它有8个角啊，完全是中国式的风格。那为什么他们会选择这个宣礼塔？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式的风格呢？因为如果是印度式的那个宣礼塔的话，它里面就特别窄，然后它就不能进人。因为以前礼拜的话，人们通常都是进入那个宣礼塔，然后再高声的呼唤礼拜嘛。印度式的话就非常的狭窄，然后人进不去，所以说才选择建造中国式的，因为特别的宽广，里面有梯子，然后可以上去。所以说是这个原因。然后在清真寺的旁边呢，就是一个小型的博物馆，我们一起看一下。在我身后呢，就是酋长穿的服饰，然后就是海洋蓝啊，海洋蓝色，它只能是酋长穿。就是这边的皇室，这边的国王他是穿黄色的，然后酋长的话穿特定的是穿这个海洋蓝的，然后平民是不可以穿这个颜色的呀。国王的话就穿的是黄色，这些就是酋长穿的是蓝色。酋长就是当普通民众被邀请参加这个集会的时候啊，他们会被告知不能穿黄色，还有这个海洋蓝色，不然的话就不可以进去。这个就是女性穿的服饰的样子。这边呢就是这个清真寺的模型啊，这是前门。前的话，人们进去做礼拜，它不是从前门，它是走后门。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后门它有一条河，然后人们当时的交通工具是完全靠木船啊，所以说大家都停靠在河边，然后直接从后门进去，不像现在。然后这个就是第10任酋长，叫穆罕默德·尤苏夫，长得特别的魁梧啊。然后这个就是他的儿子，第14任酋长建造的第一所学校。然后他这个酋长怎么被认定呢？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要有国王的血脉啊，你才可以去申请，就是成为下一任酋长。这个是当地国王的一个家谱啊，你看这么多。这个就是以前清真寺后面河的照片，大家可以看，这些都是木船啊。当时的话，这个是拍于建造清真寺之前，然后这个是1900年。当时清真寺的照片，大家可以看一模一样，和现在它这个完全没有改变。然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就是当时怡保这边第一座城市啊，被称为它当时的话只有10个商店左右，但是这个现在的原型已经没有了。它这个原来在哪儿呢？原来是在那个就是怡保火车站，它毁于一场大火，然后后来呢，怡保火车站就建在这个上面。这个在1985年啊，1985年的时候是怡保第一座。称为城市。这个就是酋长以前的房子，有50个房间，然后房间特别多，就是你进去很有可能你就找不到出口出来。然后现在呢，这个已经被改为酒店了。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做 Kinda？ 它有2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以前有一个印度尼西亚的人从苏马托拉然后到达了这里，他的船突然坏了。然后他突然就听到一个 kinda 的声音，然后他一看呢，就发现原来是一只这个蜥蜴啊在水上跑，然后就发生 kinda，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地方的名字的由来。然后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当地这个花叫 kinda 什么我忘记了，因为这个花在怡保很多，然后所以说这个是它的名字的由来。这个就是大概这个清真寺的情况啊，真的是非常的有趣。而且就在那个艺术街的旁边，我们在河的旁边发现这里还有一个长江白咖啡，然后我们打算一起去看一下里面，然后休息一下，稍作休息，我们再出发。这个应该就是咖啡室了，应该是华人开的，满满的
中华元素。现在我们来到里面，环境看起来非常的不错。然后这是菜单啊，感觉像一本书一样。这边也卖这个长江传统面包蛋啊，就是加生熟蛋和面包，然后咖啡。然后我的白咖啡上来了，看一下。这个就是白咖啡，然后这个是冰块，还有这个应该是炼奶吧。它这个应该是要倒进去。哇，看着非常不错。现在我来尝一下这个咖啡啊，我没有加糖，我都不要糖。哇，不加糖特别的苦，纯咖啡不加糖特别的苦，但是挺好喝的。现在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餐厅外面啊，也是值得一转的。它这还有以前的黄包车、织布机，以前小孩的摇篮呀，小孩的凳子。这个地方还是很值得一来啊，其实很大里面，然后也有很多老物件可以在这边参观。以前的老收音机，有没有人小时候骑过这个？我记得我小时候就骑过这个。以前的理发的凳子还有，这个应该是新娘的喜轿吧。这里绝对也是一个打卡拍照的好地点啊，就是非常多的东西。以前的凳子，小板凳。以前的梳妆台，然后我们现在呢我们要去那个霹雳洞寺庙啊，听说在这边也是非常的出名。然后我们现在打 Grab 过去。我现在已经到达霹雳洞了，在我身后就是非常著名的霹雳洞。然后霹雳洞呢是1926年由当如先和夫人创办的啊，然后是马来西亚最具有文化佛教价值的宝地。然后也被称为南岛敦煌的美誉啊。然后下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哇，霹雳洞是一个天然的石灰岩洞啊。这里面感觉真的好大呀。在我身后坐着的巨大佛像是释迦牟尼佛像，然后高13米，据说可能是世界最大的坐佛像。除此之外呢，它洞壁还有很多巨大的绘画描像，上面描着双龙。哦，这个应该是四大天王，两边应该是四大天王。有弥勒佛，然后还有仙鹤，上面写着天南第一洞。一进来这个洞里非常的凉爽啊，就像装了空调一样。我们继续往前走，看还有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墙上有各种精妙绝伦的绘画。这个应该是千手观音，这个画的应该是仙女啊，非常的漂亮。这里面呢就是供奉着各种各样的神仙佛像，还有菩萨。Here? Okay, let's go. 现在我们往上走，这里面的光线不太好，然后它地上也是湿的。
可以看见，你看这个还在滴水，这个岩壁。登山时间呢是上午9点至下午4点。我们现在也登一下这个山。我们应该快到顶上了。我们看一下，在顶上是什么样的风景。真的，这个洞很令人震撼啊！这个洞，天然的石灰岩，特别巨大的石头，就这样上来的。我们也特别的狭窄。OK， 继续往上登。我今天来这里也是，青旅旅店一个德国朋友他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地方，然后值得一来，然后风景特别好，爬上去。喂，这边写了一个大大的佛字。我们现在到达了山腰，然后去山顶的话，还要往这边。在山腰呢有一个山圣殿，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这个就是在山腰的山圣殿。大家可以看，我现在已经满头大汗了。然后咱们继续往上爬，这边写着通往山顶，然后在这里。Sadi, you okay? I'm okay. Wow, Totally fine. totally fine. 这个路真的很陡，我觉得下来直接是没法走啊。Thank you. 这个楼梯非常的陡峭啊！ Oh my！ 大家可以看啊，我背后的景色真的非常的不错，但是现在还没有到达山顶。这里有一个亭子，可能这个就是到顶了，应该我觉得。 这个应该就是最高的亭子了。哦，我们上去更高，终于到顶啦！到顶啦！大家看一下，这就是霹雳洞。 山顶，然后俯瞰下面的景色。哇，这个真的太震撼了，登高望远啊！现在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喝点水，然后我们往下走。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呀，一定要慢慢走，不要着急，因为这个下去真的很危险。 看这个垂直的这个角度，几乎90度垂直啊！ Are you hungry? Not at all. Hey, really? Actually, not at all. When I tired, I feel hungry. Oh, really? Yeah. Maybe. 我们已经下来了，到达半山腰了。喜欢登山的朋友，我强烈推荐你来这里。 旅游参观，因为真的非常的不错。哇，看这个，巨石啊！爬完山下来呢，它这里还提供免费的茶可以喝。
特别解渴。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给我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期见，拜拜。